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恐怖，但不是亲身经历，毕竟我还是很理智的，没有去一探究竟。是家里人包括一些朋友的长辈都讲过的一件事儿。在我家那边西边有一座小山，1个小时就能爬上去。以前那一带是乱葬岗，很古也是我家那边很闹的一种说法，古到了很凶的地步，甚至当地的部门在那边还修了座亭子，远远的便能看到亭子，给我的感觉像是很重压着底下的山。建好以后情况才减轻了些，不过听人说白天还是能听见山上的哭泣声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家里人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不要去那座山。家周围的山我都爬过，有的山呢在路上便能看到坟堆。冬天的凌晨5点爬山锻炼看日出的我都不怕，唯独那一座我至今不敢去。哪怕是白天，让我如此害怕的是父亲的态度。父亲当过兵，一身的正气，而且对那些东西他特别的凶狠，但父亲对这事儿的态度却是连连摇头。对我嘱咐最多的也是父亲。这第5个是我家厨房有一间储藏室，里面放着油米调料这些，还有糖。2年级不懂事，搬了个凳子爬上了油缸，再爬上柜子偷糖吃。奶奶与母亲忙着做饭，没有人管我。但当我下来的时候，意外出现了，我脚底下一滑，拖鞋和将近整个右小腿踩进了油缸。老人家常说柴米油盐，唯独油这个东西，你糟蹋了会有很大的报应。当时我马上喊了母亲。处理完以后，家里出奇的没有训斥我。要知道我家的家风出奇的严，我可以说是从小被打到大的。那天的我已经做好了被打的准备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让我一定要小心，还带着我拜了拜。报应没有马上的爆发，而是在几个月以后。小学的我们排队放学，走到十字路口，那边有辆车呢在倒着逆行，就是车在右边走，但是一直在倒车，也不是很快。就在我们排队经过的时候，偏偏那一排人像是拿牙签挑刺那样，轻轻的一挑，我便被撞倒，车轮从我的右脚压得过去，骨折。还好只是小轿车，加上小孩子的骨头还在长，后来也恢复得不错。到现在我还是懵的，监控我也看过，太巧了，那一排我前面有人，后面也有人，唯独我被撞倒。但这才是第1个报应。第2次是3年级，我就那样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下，右小腿被磕出了一个口子，可以看到骨头的那种。当时回家拿着酒精点燃，擦在腿上给我消毒。当时是真的疼坏了，擦上酒精更加的疼。第3次在我初2，那时候刚刚春天，天气冷，还穿着秋裤。下午第1节课之前，班主任喊我去看数学作业。那次我的错题比平时还多，老师又是个认真负责的人，便叫我去挨板子。但是下节课便是体育课，我着急跑着去往了办公室。其实办公室就在教室的旁边，可就在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平地摔了一跤。穿着秋裤的我感觉右腿有点疼，先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进入了办公室。班主任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便笑了，说了我几句便放我离开。回到教室，卷起裤腿，秋裤被血染成了红色，还破了口子，伤口就在上次磕到的疤的正上方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在平地还能给我磕出个疤来，秋裤都给磕破了。回家又是酒精点火洗伤口，
给家里说了缘由，家里才提醒，可能是小时候踩油缸的那件事。再看那伤，从脚腕开始，再到小腿的中间，最后到我腿进入油缸的位置，就像是一把刻度尺，刚好到没有沾油的交界处。第6个，我从初中开始自己研究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一个是新奇，另一个也是受这方面的影响较深。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做清明梦，也就是说人知道自己在做梦。清明梦可以通过训练来掌控自己的梦境，在梦里做到自己无法办到的事。这方面呢被归类到了心理学领域，可以治疗部分的心理疾病。而学习这项技能的人有一个很中二的名称，叫梦控师。那时候我便尝试了这方面的东西，其中一项便是记录梦境。我还是很有天赋的，第2次便将做的梦记录得十分清楚。后面1周呢，我都在尝试在梦中断断续续的可以清醒，但最后我还是终止了这方面，因为我梦到了很不好的东西。第1次是梦见我在自己的卧室的床上坐着，我整个人是知道在做梦，背靠着床头看着窗外，整个卧室漆黑一片，一点点的光都照不进来，窗外很湿，下着雨时的那种湿，外面还是我家的小区，但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，整个天空都是灰色，就跟阴天一样，但那不是云，那就是天的本色。这是我的感觉，不会错的，至少目前没错过。当时我脑子里呢有一个想法，窗外是冥界，之后便醒了。这梦没有刻意的去记，便印在了我的脑子里。而第2个梦是傍晚，我吃完饭要去上晚自习，走在路上还能看到有人在路边打着乒乓球。这时我还不知道是梦，有个认识的同学突然出现，说他先去上晚自习了，但他很奇怪，奇怪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来。我本想追上去，但本能告诉我作业没写，不能去。我便想在台球桌那儿补补作业。这时又来了另一个同学，告诉我班主任他不检查作业，快走吧。我便跟着走，刚走出没2步，我便醒梦，就是在梦中清醒，知道自己在做梦。这时的场景不再是黄昏下的街道，而是转变成了像是在地下车库那种没有灯但是很清楚的场景。有2根柱子，一左一右在我面前，后面是一扇门，一扇用纸做成的门，那花色傻子都能看出来。但让我反应过来有些后怕的是门口的2个纸娃娃，一个戴着地主帽的那种，一个编着辫子，脸上都有2个圆圆的红圈，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接着我就醒了，想到当时诱惑我跟着去上晚自习的2个同学，终于想起来奇怪在哪儿了。现实中那么高的人，在梦里却矮的跟那纸人一样。在那以后，我便不去研究梦控这事儿了。接着讲第7个，这是直接伤害到我的一件事。高中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，全封闭式的管理让我非常的烦躁，加上自己感觉到男生宿舍楼都睡着以后，整栋楼的气息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买了一件机械加工出来的桃木剑挂坠，自己加工以后看着有模有样，从小家里让我戴这一戴那的，我都不喜欢。但这次我自己加工以后的小吊坠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只有3个字，适合我。戴着它呢有1年多，原本木头的颜色染上了红晕，就像是盘得油光锃亮的核桃，我十分喜欢，所以就连睡觉都戴着。但在高中宿舍环境是极其恶劣，床铺硬得跟没有似的，晚上睡觉都是平躺着，喜欢侧睡的我十分的痛苦。平躺着的时候，挂坠都是不可能一直安静地待在胸口，晚上睡觉一个不小心一动，硌得慌。有天呢，我便取下来挂坠睡了过去。但那天我做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梦，我梦到
有人请我来帮忙处理一些事情，毕竟我家懂这些的很多，找不到我家人便来找我。虽然家里没有仔细教给我些什么，但我自己呢也研究了不少，皮毛还是略知一二。梦里也就没奇怪的那人来找我了。我呢应付了2句，表明自己不够专业，但可以试着帮帮忙，便与那人调查。经过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，但结果却是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控制着一具尸体和一只巴掌张开那么大的玩偶。玩偶是木的，后面又找那东西，找到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东西正附在尸体之上。看到尸体的一瞬间，我清醒了过来，当时还是有点懵的，直到那东西向我冲过来。坏了，我心里想着，你让一个半吊子的文科生干5生干的活，那不是开玩笑的吗？遇到这种事儿，我还是冷静的，毕竟家里呢跟这方面沾的东西太多了。但当时呢，我也没什么好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念了句咒。好在那东西呢马上就动弹不得。不过还没等我有下一步，一个木偶向着我冲了过来，反应不及的我便向后倒了下去。那东西呢又扑了过来，当时我也有些慌，想起来是梦，便脑子里呢就只有一个想法，赶快醒来。还好顺利的醒了过来。当时醒来的我呢，只是气有些不顺，不过没什么大事呢，就没放到心上，只以为是一个噩梦。毕竟哪来这么离奇的东西呢？之前都没听说过。不过最后呢，还是重新戴上了吊坠，又睡了过去。第2晚无事，第3晚呢，我又觉得硌，便在睡前呢没戴吊坠。那晚我便再次梦到了那东西，这次是直接骑在了我的身上，掐着我。也就是那晚，我人生当中第1次跪压床了，用1年都醒不来的那种。当时现实的我眼睛只能睁开一小条缝，看见我的身上有一团黑影，现实与梦境有些重合，可我就是醒不过来。当时唯一能想到的便是掐着剑诀，想象自己的吊坠飞起来。前面说过，我呢尝试过清明梦，而在梦中是可以自己控制很多东西的，所以控制小桃木剑是我想到的唯一办法。在梦里，我能感觉到那东西被划得皮开肉绽，但似乎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这时我有些着急了，因为我已经能够感觉到现实中的我呼吸都开始有些困难，逼得我火气上来，大喊了一声滚。这一声咒骂从梦里喊到了现实，喊醒了我，也喊的室友呢都起来了几个，安抚好舍友，我又带着吊坠昏昏睡去，一夜无梦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摘掉过我的挂坠了，后来也没梦到过那东西，也就没再去深究了。第8个，还是高中。那天呢，我发烧，烧到了40度，高温让我的脑子转得十分的快，做数学作业啊，感觉一片通畅。这还是在很难受的情况之下。后半节晚自习呢，我就蔫了，只是趴在那儿睡着。老师也担心，一测体温啊，被我吓了一大跳。那段时间还有少数的口罩，所以老师呢赶紧让我请假出校去看一看。家里也接到了电话，开车往学校里赶，但是家离得太远，就算加急赶到呢，也是后半夜差不多了。晚上学校又不允许出宿舍，我便先打车去酒店开了间房，书包一扔，洗澡躺下就睡。期间醒来给姑姑开了门，姑姑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没什么好防备，我便接着睡。晚上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是不是梦，我看到一黑一白2个影子在我床旁边。当时的我已经没什么力气去管了，但在迷糊当中，感觉最清楚的便是床尾电视机旁的桌子上我的那吊坠。迷糊中，我像上次那般掐着剑诀，想象着小桃木剑围着我绕圈。不过没什么精力，坚持不住就又睡了过去。第2天早上的我已经没有昨晚那般烧得厉害，但手里却握着我的吊坠。可昨晚我是在洗澡前就将它放在了电视机旁的桌子上的，我也没有梦游的这个习惯，加上有姑姑看着，
但它就在我的手里握着。至于昨晚的那一黑一白，这我便有些不确定是不是烧迷糊了，毕竟太玄幻了。如果是那两位，我是不是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呢？而且按照我所知的，那两位出现，我必定会被拉走。一个我养的小小的吊坠，又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